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不客气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。对，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有的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，动作非常快，感觉走的应急通道。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，塞进嘴里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，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。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。你看《西游记》那些妖怪，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，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，就往嘴里塞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等孙悟空追上一看，说：“哟，师傅已经走了，那咋办？上会儿自习吧。”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，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，我就很焦虑，我爸也跟着焦虑。高考前夕，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，问我准考证号、考场号、座位号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：“爸，你要替考啊？”我爸说：“不是，我去帮你拜菩萨，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。”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，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，就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别急，往后听。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，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，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。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。我见过，简直是我的舒适区。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，学霸们没有经验，但我无他，为首数2。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，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，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？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，1分不少，1分不多。我很庆幸，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，也没有浪费。不愧是北大，分数线定得真准，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？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，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，衡中太辛苦了，我要报复性摆烂，我要荒淫无度，每天早晨睡到8点我再起床，我要带手机去教室，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。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，我要坐着吃包子。入学以后，我室友说：“不愧是衡中的，大1就要考研呢。”但我很快就发现，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。当时去的是英语系，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，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，听说读写样样精通。而我，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，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。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，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，我听不懂。我一个中国人，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。拿查词典来说，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，用英语来解释英语。我试过，我查1个生词，蹦出来48个生词，我得再查48个生词，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。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，1生2，2生3，3生万物。我都恍惚，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，还是有道词典？挨个查词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，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，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。
拍照问答、图表分析，样样在行，感觉比起我，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。我也试过努力学习，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，实在是跟不上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。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，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，比下正是在下。每天都很焦虑，我都想，你说但凡有一个人成绩比我差呢，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。北大需要我，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？就学给同学们看的。跟我一比，他们就不焦虑。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，一个木桶想盛水，你得有底下那块板。什么面子里子，我是北大的底子。这个世界我懂了，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。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，就应该在每个高校都投放差生，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，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。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，但是学不明白。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：“哎呦，这知识也太难了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”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。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，干脆不毕业，留校任差生。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，我们得时刻注意着，千万不能学会了。毕竟我们不是傻子。日积月累，到个35岁左右，学了差不多了，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，被优化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。35岁，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，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好，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咱们节目终于播出了，我也可以享受这种掌声了。说实话，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呢，就是有点膨胀。我现在是回去看门窗啊，我只能打膨胀螺丝了。就连我们总导演都过来敲打我说：“刘仁成，咱们节目拍的是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，不是从小人到喜剧之王。”你说了一点，我说好的，小人知道了。人嘛，难免会虚荣。前天参加一个饭局，有个人说特别喜欢我们节目，我说那你可以开始夸我了。他说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脸盲，我对不上号。我说没事儿，给你2个提示：门窗、江西。想起来没？啊，好像有点印象了。不过门窗不是上海人吗？我说那是门腔。我怎么记得？胖子门腔，不像话吗？如果大家实在跟他一样分不清楚我跟门腔，也太难分不清楚了吧？给大家一个口诀，用来认我们节目的人。胖子门窗，瘦子门腔，猴子富航，疯子刘洋。我不富航，你是疯子，我不服。真的没人在乎我的名字，我去网上搜 report， 大家都说胖子门窗讲得不错，我感觉我还挺有带货的天赋的。就我们圈内上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产品，还是锤子手机。而且您不得不说，胖子门窗跟锤子手机风格非常统一，互换一下都没问题。锤子门窗，胖子手机。但大家还是记一下我的名字吧，我挺喜欢我的名字的，刘仁成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按照我爷爷本来的想法，我应该叫刘仁彤，我也不用说是哪个彤。我哥叫刘仁刚，我堂哥叫刘仁铁，大家能发现起名规律了。
非常传统的家庭，家谱是元素周期表，万磁王来了直接灭门。我这辈啊，我有7、8个哥哥，是轮到我的时候，表上的字儿已经不多了，不叫刘仁彤，就得有放射性了。那我也是早出生100年，我妈刘夫人可能比居里夫人更早发现镭元素。我上轮节目表现非常好啊，同场演员给了我高度评价，说看我演出有种看国外顶级单口演员的感觉了，没有字幕根本听不懂，长得不是很好，一直在吃字吃螺丝什么的，说实话整个人很沮丧。我觉得我说话不清楚可能跟方言有关，我们江西话真的很难听懂，比如我现在说一句大家可以听一下，尝试理解一下。要是听不懂就我瓜懂。好，没有人理解。翻译一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你们要是听不懂，可以给我鼓下掌。这就是上海，讲苏北话你们哄堂大笑，讲英语你们疯狂鼓掌，我讲我的安义县方言你们也可以理解，毕竟比起安义县，旧金山离上海更近一点。而且你们听我们这个方言的特点，这个语流，这种感觉。小时候每次跟小朋友角色扮演《亮剑》的时候，我不是姓山本，就是姓龟田。我就很羡慕你们口音很有特点的人，什么北京人啊、东北人，你们在外面很容易听出来谁是老乡，我就不行，我也听不懂。我们的方言县跟县之间就无法沟通了。我想确认别人是我老乡，我得听很久。有一次吃饭，我认真听了2个小时，才勉强确认，是一桌日本人。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节目组上轮结束之后，命令我找一个普通话老师，一共就20多天，一边写稿，一边还要练习普通话，整个人有点崩溃了。经常写着写着自言自语：“刘仁成，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？”不可能，我不是江郎，我是刘郎。刘郎年年恋刘娘，还买了66栋楼，买了66篓油，最后找牛奶奶买了榴莲牛奶。刘郎没有才尽，刘郎在练绕口令。老师还让我去看那个电影，叫《国王的演讲》。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？看过。讲的是一个国王通过不断努力克服自己口吃的故事。我越看越生气。那这个国王也太窝囊了。你都是国王了，你怎么还要努力呢？你用你手里的权力呀，你制定规则呀。我要是能当国王，我第一步我就取消前后鼻音。我根本分不清，以后这个国家就不允许说话太清楚了。对国王没 respect。德云社老师，对不起了，你们说话太清楚了。以后再发现你们被灌口，就得惩罚你们了，也不摘字了，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。岳云鹏、阎鹤贤、郭德纲。很难有比这个更好笑的段子了。郭老师听了千万不要生气啊！你回去帮我跟郭老师解释一下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因为他善解人意。这个段子杨丽跟我说能讲。这还可以承担。能讲。我最后再说一句啊，其他人在拜，可能很奇怪是吧？因为这句话就我上一轮真实的表现。
我上一轮演出太糟糕了，最后一句话就这么说的，所以我等了24天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我争一口气。我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而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夺回来。我吃掉的字儿，我要一个一个吐出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成，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耶，开心，朋友们开心，录节目有工作了，朋友们。去年很长时间我都是在家待业的状态，有一阵儿带不动的时候，想搞副业，想这个直播带货挺赚钱的啊，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些命运什么的？狠狠搞了3个月，想着狠狠赚一把，朋友们，3个月挣了2000多块钱。我发现啊，这个脱口秀观众啊，很难在脱口秀演员这儿消费，他们唯一想消费的就是我。经常在我这儿出梗，你知道吧？经常问他说：“小北，那个，请问你这个链接里面的漱口水可以做可乐鸡翅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可乐鸡翅可能有点费劲，要不要你尝试一下做一下漱口水鸡？”这。很多人还有人问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为什么不卖点美妆产品？之前不是做过美妆博主吗？”我说我是做过，后来不是转行了吗？有点忘了，以前那个腮红画在脸颊，后来不是画在鼻头了吗？以前是小美，现在是小丑。为什么不赚钱还直播呢？是因为直播有个隐性福利，就是会送一些小样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东西用着用着呢，就有点恐怖了，一下子把我的生活品质拉上来了。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啊，比如说漱口水，我平常都用自来水漱口。后来用着用着，我发现离不开这些东西了，你知道？我最开始直播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观众们挖一个消费陷阱，后来自己跳进去了。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，就是由奢入俭难，朋友们，很多事情你体验之后呢，就很容易习惯。尤其是这2年啊，上了节目之后呢，偶尔会做一下那种头等舱什么的，基本都是客户订的。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客户订了，但我不知道他给我订了头等舱，我背个小书包就去安检去了，走的是那个经济舱那个队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当时还特别怕飞机餐难吃，特意吃了碗和府捞面。我说我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吃得饱饱的上飞机。然后登机的时候排的也是那种经济舱队，然后当时工作人员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先生看一下那个登机的码。”我给他看了一眼，他看完之后，然后一抬头看着我，两眼放光，感觉眼神里面就4个字：与民同乐。然后我就继续往那个经济舱走，走的时候，然后空姐在门口说：“哎，先生看一下你的位置。”我看了一眼，她说：“哦，先生，你应该往左走。”我说：“左面是货舱吗？”他说您是头等舱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他说对，您是头等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那感觉就是哇，哥们儿你混出头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往左走的时候，说实话，当时还是穷人思维，你知道吗？往头等舱走的时候，我在心里想，我说这客户也太乱花钱了。我说订个经济舱就行了，你可以把钱折给我呀，对吧？但是当时还是想体验一下，到了头等舱之后非常新鲜，然后当时坐在那儿。这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，空姐也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刚坐那儿，空姐啪一下就跑过来，然后过我旁边了。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你要跟我求婚吗？然后他非常熟练的说我的信息，他说你好，请问是林先生吗？我对。他说这个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北京的，我说对。他说您是第2次乘坐我们航空公司，我说对。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么多问题啊？那个我还是河北秦皇岛人，我是13年读的大学，17年毕业，后来找不到工作讲脱口秀，对。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定的，我是客户给我定的。我要是不行坐后面也行。那个我说你蹲着累不累？要不你坐会儿，我蹲会儿。然后呢，其实也没有问这么多啊，就是很关心我。然后他问我，他说先生，我们一会儿有这个头等舱特殊的餐食，你要吃吗？然后看了一下，很丰盛。但我说我刚才吃了和府捞面了。他说哦，您的意思是不使用餐食了是吗？我说我可没这么说哈。别吃。然后呢，他又走了，我就开始参观那个头等舱。头等舱确实很贴心，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小毛毯、小枕头，还有小拖鞋，我都用了用。拖鞋我也换上了，虽然那天我穿的就是拖鞋。然后那个椅子特别舒服，还能躺下，我就躺了几分钟。然后空姐马上过来说：“啊，先生，您是要休息一会儿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对，我想躺一会儿。”他说：“一会儿那用餐时间还要叫醒你吗？”我说：“一定要打扰我，无论如何，必要时可以心肺复苏。”说实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他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见，我特意定了个闹钟。但话说回来，朋友们，人心里装事儿，确实睡不着觉。
然后当时就特别无聊嘛，我就特别好奇，这个头等舱的旅客一般坐飞机的时候干嘛呀？我就看了一下，那很多商务人士穿着西装革履，打开笔记本啊，开始写，就是办公什么的。当时我看的时候，我说我也办会儿工啊，我把我那小平板打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准备写会儿段子，朋友们根本写不出来，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。太开心了，甚至想写日记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什么有些脱口秀演员挣钱之后就变得不好笑了。朋友们，头等舱真的很舒服啊，但是我每次做完之后都特别害怕，因为我特别怕自己习惯这种生活。每次坐完头等舱，我要跟自己说小北，头等舱这种服务不属于你，经济舱才是你生活的常态。因为我这2年最大的感受，朋友们，就是世事无常。很多事儿体验着体验着，你就没有机会再体验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很不踏实啊！我踏实的还是每次回到我老家河北的时候，然后出火车站打个出租车，一上去你就问师傅，你说师傅，那个天太热，能给我开会空调吗？他说空调不要钱呀。我说舒服了，这才是我生活的常态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师傅，我去哪个小区？他说怎么走啊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。他说你有导航吗？我说师傅，你为啥不导航啊？他说我手机导航的话，怎么刷短视频呢？当时我坐在副驾，司机不知道方向，只有我知道方向。我觉得我是这个出租车的领航员。朋友们，做什么事儿不重要，知道方向才重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史岩。最近参加这个节目，感觉自己成熟不少。开始刮胡子了。第1期的时候，化妆老师就跟我说，他说要剃一下唇毛，剃唇毛，我说你想给我刮胡子就直说。他还安慰我，他说你现在这个吧还不构成胡子，现在就只不过是有点明显，现在纯是毛，纯毛。哎呀，怎么形容我现在这个心情呢？就是一个即将步入更年期的一个女性，现在突然要面对青春期男性成长的烦恼了。所以我现在没事我就摸一摸自己这个硬茬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说史岩，你真是个硬茬。我之前我就想，我说不都说是容貌焦虑吗？现在怎么还整出来绒毛焦虑了呢？我前一阵儿听说那个谁，听说贾冰老师都开始做腋下管理了。我说啥是腋下管理呀？我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，我们公司就只有下半夜管理。我说咋的了？贾冰老师要打更去了？其实我主要的焦虑主要还是来自于孩子，因为我自己身高也不是很高，我就特别担心孩子这个身高遗传我，所以我之前看了一个说法，说小孩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在每天晚上10点的时候开始分泌，所以每天晚上9点我准时开始焦虑，只要看见外边谁家灯闭了，我就说完了，今天晚上人家孩子肯定比我们家这个先分泌生长激素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孩子。然后我就开始生气，我说爱迪生为啥要发明电灯啊？叶绿素都是白天分泌的，大树高不高？大树都白天长个儿，你长个个儿你就大大方方的长呗。分泌生长激素分泌啥了？分泌了一些偷感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想，我说你说如果爱迪生不发明电灯，是吧？小孩们都能按时睡觉，完了也不用熬夜学习了。另外的话，你有灯没有电，灯也不能亮啊。我说电谁发明的？电是富兰克林发明的。现在我单方面认为我成宿睡不着觉，责任全在美方。想着想着，这一宿就过去了，完了天就快亮了，别人家的灯又开始亮了。我说看见没，人家又开始给孩子做营养早餐了，分泌一宿生长激素，完了早上还给孩子补充营养，
那他们孩子个儿不得蹭蹭长啊？然后我儿子也醒了，他说他饿了。我说孩子，你自己买个面包吧。妈妈昨天晚上太焦虑了，妈妈一宿都没睡觉。妈昨天晚上给小区做腋下管理来的。他说妈妈，你焦虑，你不睡觉，你倒是给我做口饭吃啊。这个就是我目前自己的这个状态，就是我忙着内耗呢。真的表面看起来其实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是其实内心早就已经崩溃了。因为即使你说出来，也根本就没有人能理解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昨天晚上我跟2个灯干起来了。现在我捅自己的刀，让别人无处下刀。我觉得人就是这样，就是只要我遍体鳞伤了，那别人的刀他就没有地方了。我这个地方押韵押的有点慌张了，显得我的创作有点肮脏了。其实按照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，咱们肯定是越来越好的，但是现在为啥就越来越不快乐了呢？咱们能不能不这么焦虑？就是科学家，你除了研究进化论，能不能再研究点退化论？真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方面的退化，其实也是一种进化。你再不开心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以退为进，是吧？退。什么容貌焦虑？退。但是我一想到刚才的这个表演，他没有于和伟老师好笑，我就还是睡不着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谢谢。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。最近在录综艺啊，就感觉像做梦一样，住的豪华大酒店，吃的自助餐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见到明星老师们，这种感觉就像我酒店的面一样，新鲜美味，回味无穷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面，我就叫它世面。我前2天跟着节目组去了一趟香港，我是跟着他们去见周星驰老师的。我见了自己的偶像，跟他聊天，最后合了影，发了朋友圈。我说来见偶像了，我朋友圈都炸了。我朋友圈平时根本就没人理我，没有人点赞了。那天给我点了189个点赞，还有78个评论。我初中的时候，语文老师那时候老说我，你一天不好好学习，烂泥扶不上墙，你有肯定完蛋了。那天给我评论，你就是老师的骄傲呀！我真的很开心。星爷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从小特别喜欢他，他的电影一直激励着我。我特别喜欢他电影里面那些小人物，我就看进去了。我现在一直都是小人物。今年5月份，导演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恭喜南瓜，恭喜你成功入选这个《喜剧之王》这个综艺，而且偷偷告诉你，这个节目有周星驰参与。”我当时开心，我跳了起来，我见到真的见到他，那我见到他，星爷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。那我今年要起飞了呀！但当时还有2袋外卖没送。顾客还打电话过来催我，说实话，我当时已经开心的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说你的外卖我吃了。我们录制第1赛段是小组赛，我在庞博老师组，我们组队员很给力，拿了小组第1。当时公布呀，第1名就是去香港见周星驰。我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兴奋的，我当时晚上我兴奋到失眠。我白天送外卖的时候满脑子都想着见星爷，见星爷，星爷喜欢我，他让我演男主角。那我以后该不会就是艺人了吧？这是不是我最后几天送外卖了？我那2天送外卖，我电瓶车都不敢乱停了。有一次电动车乱停，保安让我挪一下，就赶紧挪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艺人最在的就是不能随意占用公共资源。我在上海送外卖，有很多一起送外卖的同事跟我同甘共苦，关系都特别好。但有一个骑手跟我关系一直不好，他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蛐我。让他知道我要去见星爷，他跑过来巴结我，哇，你要去见星爷呀？那你火了以后，苟富贵莫相忘呀。我说行，以后等我发达了，有我一口肉吃，我都下单让你送。我要见星爷，我知道他一直在香港，他说的是粤语对吧？那我就练粤语，我有空就练，说2句的。我甚至送外卖都不说祝你生活愉快了，我说的是祝你好，祝来生活愉快。
而且有一些顾客啊，经常会让我们帮忙丢门口的一些垃圾啊，其实一般挺抗拒的，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但你现在让我丢的话，我都会说没问题呀，我丢。学坏了你。我知道他的偶像是李小璐，我甚至买了双节棍，我想给他表现一下，我练了，但双节棍特别的难，我练了一会，在我头上来好几下。但我觉得是值得的。我甚至见他之前，我专门去理发店理了个发型，这个就是理的，还可以吧？因为我之前都是理的光头，就是我自己有个推子，我自己给自己刮，就自己给自己刮的话，后面看不到镜子，刮起来就难刮一点，所以我以前就叫自己难刮。什么破绽？当时坐在飞机上特别的激动，我要去见星爷了。然后导演组说你用那个手机记录一下这个信息，我当时特别激动的，但是我压抑，我拿手机哇，飞机上300多个人呀，哇，你们也都是去香港的，那你们去香港是干什么的呢？你们应该都不知道，我是去见周星驰的。我当时太骄傲，去了之后大家都很激动，都很开心，付航也去了，他开心的像个猴一样。他给星爷说：“星爷你好，我叫付航。”他们观众都说我是猴。星爷乐了，星爷特别喜欢他。这时候有个德云社的老师朱鹤松老师也去了，他就对着星爷打快板呀。德云社的基本功扎实对吧？这快板打的是真精彩，打的我这双节棍是拿不出来了，因为确实昨天机场安检被没收了。我说没事没事，到时候我嘴都颤抖，见到自由说：“我星爷你好，我很难刮哈。”星爷说：“你还是说普通话吧。”我说我是南瓜，我是个外卖小哥。他说你外卖小哥，我演过外卖小哥。我说我知道，你演的是那个《破坏之王》里面那个何晶莹，然后有自己喜欢的女生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然后打败了坏人，逆袭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。我现在也是外卖小哥，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女生啊，她现在也嫁给别人了。星爷笑了，给我鼓掌，他笑了，只给我鼓掌。我当时特别激动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喜欢我这种小人物的。我甚至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合影，星爷还跟我说：“你挺有意思的，土豆。”但已经很开心，已经梦想成真了。就是见到偶像，他给我的那种力量跟激励是非常巨大的。我感觉有了一股力量，回来之后感觉跟其他演员不一样了。我跟他们在酒店聊天，他们就说上完综艺以后要去做自媒体，以后要去做什么播客，有的做什么专场巡演，对吧？我说我以后要去影视圈，我要做喜剧之王，我努力做喜剧之王，加油！这个时候有个演员在点外卖，因为我们酒店在郊区，他就不停的加价，对吧？我就30、50、100加的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我手机开始震动了。我说那你们先聊吧，我出去一下。这个外卖还是要送的，对吧？毕竟我觉得喜剧之王呀，还是要从小人物做起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确实有点上年纪了，你知道，比不动了。而且刚刚国仔也说，这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身份最后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表演脱口秀了，但也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脱口秀比赛类的综艺了。不用啊，你知道，你仔细想，其实没有排掉几个节目，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全力准备我的个人专场的巡演了。真的承诺大家好几年了，今天终于要兑现了，对吧？我下定决心回到剧场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我想收大家点钱。这是不太好听，但是实话啊。因为最后一次演，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些真心话，就是自从我入这一行以来，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敢说。每一次就会有人就来跟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敢说？”我真的很无奈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敢说，我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。很多人说自己的成功靠幸运，反正我是真这么觉得的。就是等我后面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哪怕我有的时候想说点好话，我有的时候想说，其实有些男的某些方面也挺好的，所有观众都会说哈哈哈哈哈，反讽。你知道，敢说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误会。我原来不承认，只是因为那样显得比较酷一点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敢说，我可怂了。没有那种吗？我从小就特别不能理解别人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
我想说啊，那要当面说吗？不敢。我同学说，那你要是考虑一下，就不说别人坏话呢。我说啊，我做不到。这就是我的问题，就是我不光怂，我还特别睿智。我唯一敢说别人坏话的只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背后，一个是台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像有种魔力一样，就是我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安全，我什么都可以说，没关系，我甚至可以信口雌黄，就像被谁附了体一样，可能是罗永浩吧。就是我一站在这儿，我脑子里仿佛就有一个声音在说：“杨丽没事儿，你谁都可以骂，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，怎么？这个段子好像会提到前公司的一些恩怨。”我可以讲吗？你可以讲，因为你是罗永浩啊。你不光现在可以讲，你10多年以后还可以讲。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，然后就导致我在台上的形象就确实显得比较有攻击性。然后有很多认识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，说你杨丽这样对你不好，你应该想办法多多展示你生活中的样子，你知道？我就开始了上各种综艺，所以别的艺人都是。就开始说那种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，离我的生活远一点。只有我每天在那儿，希望大家离我的作品远一点。但怎么办？后来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，就是我就说我这样，我以后除了上台上讲段子以外，我就不在任何场合吐槽别人，我只夸别人，对吧？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一个什么剧啊、电影好看，我就上网夸他，对吧？这样总不会出问题了吧？直到我有一年过年看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看的电影，叫《满江红》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就分享了一下，大年初1就上热搜了。有些朋友很不开心，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夸一个这么不尊重女性的电影？头像点进去以后，发现大部分都是女生。我当时就看着想说 ，OK， 其实往好了想，是不是说明被我分裂的2个群体，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我亲自弥合了？最起码，他对在我这个人的看法上，他们已经不再对立。你们也知道害怕是不是？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女生骂，所以我就看得很仔细。我不得不说，用词确实比之前的一些群体要文明许多。真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这个我得批评你们一下了。其实不用脏话也是可以骂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失望，就说杨丽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那这个电影前面有几个笑话那么不尊重女性，你为什么要夸这个电影？你是杨丽啊，难道你听不出来吗？我说，我肯定听不出来呀，因为我是杨丽啊。我要是会觉得一个笑话能侮辱到人的话，那我这几年在台上是干啥呢？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次了？就是我的标准不光不正确，我还不统一，是吧？那我这个素质，我还上什么节目？我就上网就可以了。但我其实都能理解。我觉得每一个人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，前提是他首先受到了伤害。就我也很矛盾，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性格，就是已经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。我现在敏感度太低了。我太大大咧咧了，我不适合做脱口秀演员。其实我最适合的是脱口秀观众，对吧？就是我听什么都不会生气。所以各位演员，你知道，不管你们什么段子，网上别人怎么说，以后放心给姐讲，那你们的段子我来守护，我保证不会审判你们任何人。当然有一天如果要让考上法官了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心里觉得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事儿，我直到。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做总编剧以后，会有女演员来问我说：“丽姐，你觉得我这个段子要讲吗？”我发现我说不出口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儿，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心。就是我让他们讲吧，我担心他日后的处境；我不让他们讲吧，我担心他们演出的效果。你们懂吗？你知道，就是总有人来跟我说，哎呀，你没事，杨丽，你以后就讲点别的呗。我每次都想说，行，你别再说了，因为我就不会讲别的。让每一个人的创作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经验构成的。当你要回避你的生活经验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创作的。我能擅长一条赛道，我已经很优秀了。难道我非得要完美，我才能站在这儿吗？反正我以后就也不来了。
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，跟大家说一句，就是我们啊以后啊就讲这个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，你就去干点别的呗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丽。好爽的！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哈。上节目了，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。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，上面写着王悦，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，性别男。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，我痛失性别。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，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。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，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，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，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。我一转头，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，抬着同一摞书，还要在那儿1、2接。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，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，快看呐，快看，他们好帅啊，他们抬得好稳啊。我都心想，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？当男的好好啊。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，但我是真羡慕啊。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，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、女性凝视，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。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，再看到我的胸膛。就不管我在讲什么，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，没脖子，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尴尬。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，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。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。我每次往那儿一站，她看都不看我，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？我说阿姨，你要不要看看我？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？她说有，平时量大吗？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，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，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！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，但我想了一下，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。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？我量也没那么大。超市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，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？我妈都看不到。我妈在我3、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，20多年了，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，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，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。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。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，她说你下班了吗？赶紧出去躲一躲，千万别回来。我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。就是男主，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。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，管我叫小3天。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。大3天，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！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，但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：逃跑吧，新娘！我就真的躲了。但我越躲越生气，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，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，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？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，我就回去了。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很紧张，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只要我推开这扇门，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。但我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尴尬使人忙碌。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，开始在家里面扫地。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，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。干净的寸头，宽厚的肩膀，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。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？是吧？不是刘仁成啊，不是刘仁成啊。
我们俩四目相对，他也很尴尬，他说，哈哈，我说，哈哈哈哈，我一转头，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。大餐厅的爸爸也很尴尬，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，我说叔叔阿姨好。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，好。我们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来旅游的。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，提了牛奶，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。这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。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，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，有些传统就是糟粕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我就去问我妈妈，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？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是？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。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。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。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，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。哦，那一下我就觉得，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。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，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。什么男女老少宁无所谓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。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。对，所以我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，我心存感激。而且今天也很开心，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，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，跟老师犟嘴。我非常紧张，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。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，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传播度非常广。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！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？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？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，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。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。但是老师看到以后，他质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学了？”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？让我改成北京大学，我不敢犟嘴，真改了。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，我是北大的，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？会搞笑，这。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，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，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就有人觉得说，哎，你装什么？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，他们就辛苦了。哎，活该你上北大。确实很辛苦，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，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一次澡。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，尤其是重点班，班味儿有点重。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，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。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，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，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，比如说背英语单词，comedy， 我们就得 comedy。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，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。那么大声，分数没上去，分贝上去了。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，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挺雅的，那背一会儿就哑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，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。
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，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。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，其实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，但是在衡中啊，我们不用谈上恋爱，就可以被抓。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。你看他这个用词，他就很赛博朋克。非正常接触，感觉谈了个外星人。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、男女同桌吃饭、男女并排行走。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，那啥是正常接触啊？操场上亲嘴儿。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？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。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，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。你要上我回家反思，我俩可就逛街去了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。哼。恋综观察员，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，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，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。我当时比较爱干净，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，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。德育主任质问我，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天天洗澡。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。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？我是为了卫生。不洗澡我身上痒痒。老师说身上痒痒，我看你是心里痒痒。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。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，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，看有谁抬头看他。如果你抬头看他，你就是没有学进去。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，我已经学进去了。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，但为了避免违纪，硬不抬头，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，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。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，突然老师推门进来，我嘎一走神，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。因为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，他也当不了诗人，他望不着明月。他举头只能望主任，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1周。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，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，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，罪犯都没有体验感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-47踹门而入。没人。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，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，罪犯都吓坏了，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，说 freeze， 我们 FREEZE。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。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好，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大。没有，我就不是南大，我是北大。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，河北衡水第一中学。节目刚播。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，说删了。
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。我没弄明白，怎么就母校了？啊，我母校不是北大吗？就这个高中班主任，他虽然也是老师，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。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，爸爸哈西。比到半决赛，大家都疯了。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，爸爸哈西。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，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，方吃苦中苦中苦。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，甚至会管发型，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，长度不超过9毫米，女生运动短发，长度不能过耳。每天一放学，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。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，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。老师说，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，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。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，而且是理发师。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。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。整个过程，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，发型总监。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，我没明白。哦，9毫米就能上北大，1厘米就上不了。头发失之毫厘，成绩差之千里。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。顶多是个中专。剃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服从命令。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，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，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。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，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，实时监控我们。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在说呢，勇敢做自己，生活没那么多观众。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，可能是没什么观众，全是私生饭。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，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，远离我的生活。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？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“垃圾学校”，全校通报批评。后来查出来了，他写的是“创造无垃圾学校”，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。我写的是“垃圾学校”。当时是寄宿制的，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。我不会，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，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。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，就会准备2床被子，一个盖，一个叠成豆腐块，放在那儿应付检查，叫样被。样被，不样盖。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，他们不管，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。就在老师眼里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，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，糊弄糊弄呢，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。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，剃头发、叠被子怪麻烦的，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，服不服？我们说服了服了，那效果是一样的。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很听话，我没去过网吧，只上过微机课。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，我说不了不了，没带鞋套。
但我高考结束之后，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。我这种服从惯了，反而有点迷茫。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，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，只听得懂指令，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。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，就不如要求我帮忙。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？谢谢，就不如你给我转200。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，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，也可以不叠被子。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一晚上手机，没事儿。我都有点崩溃了，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？啊？没人管我造反了，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。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，我去网吧。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。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，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。第2天，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。我觉得这太酷了，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。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，我没回他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发，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，就把他微信删了。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，除了法律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。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然后，对，谢谢你。我在上海呢，叫 Thanks。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，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，咱们聊聊上坟。我18岁那年，我爷爷迁坟，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。我就问我爸为什么，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。我说哦，也就是说我太爷爷、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。我爸说不，你爷爷是第1代。我当时都吓坏了，我说爸，咱俩今天还回家吗？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。我说爸，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。我爸就跟我说，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，又没说必须现在用。我说哟爸，那你目光挺长远呢。我那年才18岁，没毕业，没工作，没车没房，有一块自己的墓地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，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。我爸给我解释说，咱这是公墓，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，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，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。我说爸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咱都不跟他住一起。但没有办法，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。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，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。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，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？我说蒙河公墓48号。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，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，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，他才能收到。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，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，我就念叨1句自己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，阴间7600亿，存了一个死期。我现在为了存钱，逢年过节就烧纸，不光清明节烧纸，圣诞节我也烧纸。前2天父亲节，我爸说啥没让我去。我为了烧纸，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，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，
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是给谁烧呢？”我说：“给我自己。”当场他脸就绿了，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。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。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，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，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但我有点太努力了，我爷给我托梦了，他说别烧了，够了，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。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。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，说哎，给孩子的。我不光烧钱，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。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，纸扎的跑车9.9块，还送车牌和驾驶证。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，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，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，后来想了想，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。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，我现在就觉得，虽然活没活明白，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。我不羡慕有钱人，活着有钱，死了又带不走，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。生前你不理财，死后财不理你。我现在心态很洒脱，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。我也不害怕死亡，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。很多人怕死，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。我知道，巨额财产，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。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，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，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。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，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，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，即将被拆除。我当时的反应也是，他一个公墓，他能怎么非法经营？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？我就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。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，但他宣称为永久。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。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，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？那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？20年以后，那骨灰咋办呢？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？我现在算是发现了，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。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，我也是没想到，年纪轻轻，人还在，坟没了。今天也是忠告大家，这理财有风险，烧钱需谨慎。那不说了，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。好，感谢大家。